小姨子多，哎，不是小姨子多，什么我小，不是我小姨子啊，是他小姨子多大了？他们家的小公应该是南不拉巴所有理发店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一个。今天这个视频拍的有点特殊，这个镜头呢，你们以前也没见过。你要准备怎么剪？反正来老挝以后没有剪过一个头发让我自己能满意的，我后面有个凸出来的地方。这个位置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那你看怎么样剪的好看一点？主要是今天晚上我才剪了头发去 QQ。反正来老挝多久了？来这边5年了。是哪里的？四川的。他们说老挝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湖南人跟你们四川人最多的。差不多吧，湖南人做生意的嘛，四川人在这儿最多的还是在国企里面上班嘛。你当时怎么想到来老挝了？有个朋友说那时候这边好做生意嘛，那时候不是修铁路嘛，然后就过来了。来这里以后就是做理发。啊，目的就是过来做理发的。国内当时做理发不好做还是？也好做，但是怎么说呢？那时候有一个好奇心嘛，一辈子没出过国，也想出来看看。其实主要来这里的动力还是这个。你要说挣多少钱，那时候在国内也不差。昨天在我评论区里边有一个人给我评论，他说你去采访一家厂主，他要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当时是不是在国内找不到老婆，跑到这来找老婆的？这个万一会儿我老婆听见怎么办？是在国内跟女朋友刚分手吧，心情比较低落嘛，然后就他们一说，我就立刻就答应了，就说出来，有这方面的原因。来老挝以后你就自己开了一个店，还是去外面打工？跟他们合伙。他们生意怎么样？刚开始那2-3个月不咋地，然后后来生意稍微好点了嘞，又遇到疫情了，生意就开始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后来股东都挣不到钱，还要倒贴钱，倒贴我的工资，然后他们就退股了，然后我就把他们股份都慢慢的都给他们接收了。那时候生意差嘛，都挣不到钱，弄不好第2年房租还得倒贴钱出来，他们就不想干了。自己做，虽然说挣的少点，至少生活费还能挣到。那时候你感觉在老挝这边做理发这个行业怎么样？也没有多好，可能几个大城市的话好一点，能跟国内一般小区里面开理发店收入能成正比。洗剪吹多少？32人民币。你们不收老币吗？收啊，也收老币啊。你不可能说收人民币，你的老币你不要了，对不对？32，这就10万块钱了。就10万块钱嘛。你这边客人是老挝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？99%的都是中国人。如果老挝人多的话，可能我现在老挝话都学会了。这老挝话怎么样？就会那么简单的日常几句。还5年了，也不会说。不会说，接触不到老挝人了。那你平时跟老婆怎么沟通？以前我老婆不会说中文的时候，有个翻译天天帮我翻译。你那时候你认识你老婆的时候，你请了个翻译？不是请了个翻译，我隔壁不是诊所吗？诊所里面有2个翻译，随时我都去找他们。后来就送他去学中文嘛，学会中文之后，就基本上能正常交流了呀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那平时如果说你想抱着你老婆了，但是你又不能说，那你这个东西你还找翻译吗？这边请小工好不好请啊？现在不是很好请了，感觉好像都缺人一样的，都在找。你看我这儿客人做生意的，个个都在说你小工哪儿请的，帮我请一个，帮我找2个。但我感觉好像又有很多找工作的一样。服务业行业不光是在老挝，国内也不好找，竞争性很大。对，干不了多久。像我们这个，他们老挝人如果愿意学技术的话，还留得住；不愿意学技术的，他根本留不住他。他不想干就不想干了。你有没有其他徒弟啊？没有，这是谁来跟你学吗？那老挝人他也要学理发呀。哎呀，他们天生就会，他们那些4个棚子就开始剪头发的，你看他去学过没有吗？老丈人自己都在给我小舅子剪头发。我看你在洗头的小工找的挺漂亮的，多几个月请的。他们2个现在工资是250万，已经在这儿已经算是高薪了嘛，包吃住。小工的流动性大不大嘛？他说走的他就走了的，他不会跟你商量啊什么的。他说不干了就不干了。我这儿还好，我都是让他们提前至少半个月给我说，等我找到人了才能走。都是跟他们来之前就跟他们说好的，不能说想走就走。这也是我给他们工资比别的地方给的高的原因吧。平时跟老挝人讲的话的时候，我是沟通不来，我要把这往后面推，他们听不懂。我的 OK， 现在不行，没法沟通，不是花钱的问题。你要花10万、20万，
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很大概念。对于在这儿做生意的人来说，这10万跟20万没啥区别，但是这儿还是普通人居多呀，而且还有2、3家中国理发店在这儿顶着的，你这个价格搞太高了，选择性就不一样了嘛。我那现在剪个头发是5、60万的。对啊，很多朋友问我这里收费怎么样，我一说都说，哎呦，你跑几千公里跑到这儿去干啥嘛？还不如在国内搞。就我这个水平，在国内随便哪里弄一个嘛，也不差嘛。但是说实话，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老婆孩子在这儿了，没办法呀，不得不留在这儿。1年回去的时间多不多？到这儿5年了，回去过1次。这儿准备8月份看手续弄下来了，回去一趟吧。不会说老化对你的生活影响大不大？生活影响的话还好吧，因为我平时我又不出门，买东西啊那些我都叫让小工去买，最多的交流就是跟我老婆。平时我也不接触老外人，工作上面这99%的都是中国人，也不需要，偶尔有2个老外人或者说欧美人过来，但都是长期顾客，照片给我一看，剪了就 OK 了。我这儿那几个欧美的客人还可以，每次来剪了头发还给小妹给点小费。我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要不我坐到这里来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0。妹妹呢？18。你跟大哥怎么认识的？不会说。不会说，他追你的还是你追他的？黄领导学。有点听不懂。他对你好不好？好。他对你好，他有没有欺负你？就是他骂你？骂这个。也骂。他骂你，你会骂他吗？对。也骂。妹妹有没有找男朋友？没有。这边快了吗？找男朋友干哈？后面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老话是真的不行。我老话行的话，我能帮你们多问几句。他妹妹多大了？小姨子多。哎，不是小姨子多，什么我小，不是我小姨子啊，是他小姨子多大了？他小姨子18岁。但老挝的女孩子，你不管什么时候问她都18岁，真的18岁啊？真的18岁。你去过中国吗？没有。你觉得中国好不好？不知道，在手机看好。哪个城市你比较喜欢？不知道。四川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长哥的。就是长哥他们家那里。妹妹喜欢中国吗？她有没有跟你说过？喜欢。喜欢。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愿意嫁到中国去吧？人家如果你2个朋友没喜欢。不去。不去。为什么？不想去。不想去。拍了视频以后，流量慢慢上来以后，有没有那些人过来呀？我要过来找小姨妹的。这倒没有，反正直播间都跟他们说得清楚的，顶多在我店里面陪你们喝杯茶，然后有时间我炒2个菜，没时间我也没办法了，什么带你去玩啊这些就想都不要想了，更没时间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火了以后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，包括你的工作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反正我就该干嘛干嘛呗。那火了有那也就那样呗，也没啥什么特殊的感觉。有没有生意会好一点？没这个感觉，我这儿生意都是这些老客户过来旅游的，人家也不来剪头发呀。他除了那些导游，但导游都是老顾客了，都是老顾客，新客户基本上没有。大家都知道，拍短视频它是非常占时间的。像你现在拍一个视频跟剪一个作品出来，花的时间多不多？反正平时闲的时候就拍一下呗。然后剪视频嘛，反正基本上剪个视频2、3个小时、3、4个小时，经常熬夜熬到3、4点。出来这么久，想不想家？想啊，怎么可能不想？在外面始终找不到那种家的感觉嘛。但是没挣到钱啊，收入可能也就个1万多块钱。除了生活开销、工资、水电费，也就剩个几万把块钱。100块钱算是生意好的了，生意差的时候剩几千块钱。生活开销平时自己再花点，基本上就光了。小孩多大了？现在小孩3岁了，下半年又要上学了。开支又要多一笔。马上开支又要高了。最近打算带小孩子回家吗？这次回去的话不带，因为手续还没办齐嘛，要等下次手续办好之后，过年或者是年后再回去一趟，到时候把小孩子也带回去。你老婆有没有跟你说，哎呀，想跟你一起去中国啊？想去的意愿倒不是很强，那反正现在他的想法就是先去看看，在不在中国定居以后再说。嫂子的中文是跟你在一起以后慢慢学的，还是有系统性的教学？在一起之后，然后送学校，
交了1年的学费，学了半年，学了半年之后就没学了，然后就平时就跟我聊天啊、说话、吵架啊，慢慢学嘛，就这种。你们吵架的时间多不多？吵架的时间倒不多，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怎么吵架的，语言沟通不了，然后你说了他也不能理解你，他说的你也不能理解，所以说那时候吵架不多。学会中文了之后，反而吵架多了，那时候就有那种什么，就有点反骨了。你个人觉得跨国婚姻是不是比国内婚姻复杂一点？更难吧，想要维持下去更难。关键是其实语言都不是最大的障碍，习俗是最大的障碍。有一些东西他们觉得是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对于我们而言，就是这种完全就是无法接受的事情。就像是在这个做事，特别是这个待人接物上面啊，他们就属于比较散漫的。你来我给你打个招呼，我喝着酒我连招呼都不给你打。但我们中国人的话，不管朋友来还是什么的，至少招呼应酬是少不了的。我个人感觉啊，老挝人的脾气都是比较倔的，特别是老挝年轻的女孩子，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。对。你感觉嫂子的性格倔不倔？她还好吧，还算是比较随和的。你要说倔吗？有时候这个驴脾气上来的时候也倔，也倔。现在你每个视频的播放量应该都超过300万了，也就几十万，有一些100-200万。那你现在你每天要工作，还要出去拍视频，还要剪视频，晚上我看你还直播到很晚。对。这个时间够用吗？不够用，没办法呀。现在怎么说呢？想多挣一点算一点嘛。方便问一下，现在视频的收入怎么样？视频收入啊，也就100多200一天，也就这样，相当于补贴点家用嘛。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？还是经营理发店呗，别的以后有那个实力了再说吧，现在还没那个实力。你来老挝5年了，老话真的不能说很多吗？只能说理发店的一些东西我能说个几句，像我们四川人本来说话就是平舌音，这个舌头就完全打不转，跟我们湖南人是一样的，说出来人家也听不懂，再加上我这儿没几个老挝人，后来就哎呀干脆不学了算了，反正把我这帮中国客户伺候好就行了。嫂子平时有没有教你说一些？他之前也说教我，但是教的他自己都要发火，说不出来啊，他们发出的这个音我根本发不出来啊，打碰撒碰跟靠。撒碰什么意思？撒碰是洗头，打碰剪头发，撒碰洗头，跟靠吃饭，这里我会了。就会这么一点点，别的也不会，难学。老话确实对于我们这种说这种平舌音的人真的很难学，像他们那些广西的啊、广东的学老挝话就好学的很。你们平时家务在一块谁做？家务基本上他做，洗衣服啊、收拾家里嘛，基本上都是他在做。那你们俩都出来了，小孩谁带？丈母娘、老丈人，有时候小舅子还有一个小姨子都在帮忙带嘛。嫂子就是拉帮的吗？对，他们就是拉帮的。我方便问一下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吧？那时候他在夜市摆摊嘛，然后跟我朋友一起在那个夜市去转，说这个美女挺漂亮，然后我朋友说这个是他老婆亲戚，就这么就搭上线了。那时候你不会说老挝话，他不会说中文，那你们刚开始是怎么沟通的？刚开始就是我叫我朋友他老婆嘛，然后把他叫出来，然后吃饭，然后就找我朋友翻译嘛。刚开始就这样嘛，接触过2次，慢慢的就厚着脸皮去找他嘛。反正他知道他在哪儿，天天厚着脸皮去找他嘛，给他买水呀、买吃的啊、买零食啊这些嘛。主要是还是你的真心打动了他。对，还应该算是吧。反正那时候每天9点下班，从我以前那个老店走路走到夜市，走半个小时，走去给他买点吃的，然后就在那儿陪着他，等他收摊的时候帮他收摊，差不多维持了2个月。虽然说语言不通，但是你这个行动上要表现出来嘛。他感觉到你是用了心的。对，这东西人都是，哪怕是语言不通，你的行为上对人家怎么样，人家是看得到的。现在很多粉丝关心的问题是小姨子长得很漂亮。现在很多粉丝不管是直播还是什么，都说有小姨子就好看。不是看你是看小姨子去了。对我没什么兴趣，本来我就是哎呀长得也不咋地。你觉得堂哥帅不帅？帅。啊。帅啊。他们说我丑得很。看不见呢。看不见。你在笑什么？没人说。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漂亮？啊。中国很多网友说你长得很漂亮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哦，这句话他怎么听得懂呢？说她漂亮，他当然知道了。好，算了，都出来。堂哥。怎么了？啊？在这个刀法这地方，往刀法往那个V1
他那个2个的这个拐角处这儿，广东酒楼你知不知道嘛？你过来再说吧，我现在还忙着嘞，开着门的，你过来再说吧，我现在还忙着嘞。每天现在都有电话打进来了。有，现在刚翻店，前几天没开门的时候，天天都有那么多人打电话。开门没有？开门没有。拍视频也拍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客人就说，哎呀，我来找你，就专门过来剪个头发？不多，之前老店的时候，有个大哥专门从香港跑过来，这边在这儿待了1个星期，知道吧？天天就砸这儿不干，他也不出去玩，然后紧了之后就跑到我店里来，然后就去买些饭来，然后请我们吃饭，在这儿耍了1个星期。想过以后是在老挝生活还是去中国？以后看吧，如果老挝有更好的发展的话，就还是想要留在老挝嘛，毕竟老挝机会多一点。如果以后这边没什么发展了，实在是奔不动了，在老婆愿意的情况下就回国了。来这5年了，这5年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让你终身难忘了？怎么说来，在这儿，哎呀，老乡多，什么事情都有他们帮衬着，还好。让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是刚出来的那次，把所有东西弄好了之后，身上就只剩500块钱。到昆明的时候，然后到机场，然后不是拿机票嘛，拿机票他要验资，必须要带2些现金才能出去。但是我身上只有500块钱，然后我当时我就急的啊，马上就要上飞机了嘛，本来就只有2个小时，到处打电话借钱，搞了好久，最后才借到钱，取了钱之后，然后我去领了票，领票的时候才恼火，在这个昆明机场我也从来没去过，不知道在哪里领票了，一下取了钱之后就找不到方向了。然后就到处转，当时急的真的是，因为本来我就干了，身上已经干了，如果再不急的话，我就完全就没希望过来了。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？1万多块钱，还没付钱。除了洗头床是中国发过来的，然后这几个凳子是中国发过来的，吧台啊、镜子啊这些都是原来的，这个货架也是原来的。这也是老挝的吗？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内发过来的，货的话都是从国内发过来的。这些装修是找老挝人搞的还是中国人搞的？也是我们一个四川老乡。都是老乡弄的。对，然后老乡我也给他说了，我随便把墙刮一下就行了。然后他非得让我做好一点，然后我说我没钱，他说没事，我给你做好，你挣钱了再给。还是老乡顶着好。对，然后这个厨也是老乡，这房子也是老乡。对，也是赊账。你开这个店，装修可以欠的，东西是现成的。对，房租是赊账，然后装修是赊账。这个生意做到你这个程度真的不错了。没办法呀，资金不足。在老挝生活的话，像你们一家3口加上丈母娘这边开市大伙的。平时丈母娘生活那些我们没管。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娶个老挝老婆养他老婆一家，是不是这种事？这种是有，但是没落在我身上。像小孩子现在的开支啊，都是丈母娘在承担。小孩子的除了奶粉跟尿不湿是我们自己在花钱，吃点饭啊那些在丈母娘那儿吃，然后我如果休息了的话，就给他们做一顿好吃的，就这样。丈母娘和老丈人也没对我有什么任何的要求。彩礼花了多少钱？彩礼当初给了3900万，20年。就是说2万多块钱吧。3万多块钱。就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彩礼就花了3万。对。其他的还有什么钱没有？没有，啥都没有。他没有回礼吗？没有，我老婆说的要回礼，但是说的是要等我们举行婚礼之后。小姨子在视频里面就表现得很活泼，没有摆拍的那种，自己的天性。你怎么说呢？有一些他做过了的事情，然后我想拍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再做一遍，就是大多数还是他自己的一些个人行为。他想嫁到中国去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看到下面的网友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是真的是遇到真爱了的话，估计他也不会反对说嫁到中国去。只是说现在他对中国也不了解，他自己都是迷茫的，他对这个方面可能他想都没想过，比较懵懂。对，因为他接触中国人本来也少，然后也不了解中国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啊，我拍吧。在哪里拍？外面来拍吧。外面。我们说龙山山碰 ，OK， 加油，就加油。说加油。1、2、3，加油，好吧？加油。 1、2、3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加油！